大家好，我是贝尔。近期呢，因为 FPS 游戏的盛行，很多电竞键盘都喜欢出小尺寸，80% 已经不稀奇，很多甚至是65%、60%。难道已经没有人在乎数字键的用户了吗？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一把键盘。噔噔，海盗船的 Vanguard Air 99 Wireless， 它拥有8000赫兹的轮循率，具备数字键，结合了 Stream Deck 的按钮，还有一个小小的 LCD 荧幕。来看看可不可以同时抓住我们这些玩家跟创作者的心。它呢是99% 的键盘配列，有数字键，部分的功能键呢在这一侧，那剩下的就是藏在 IOP 这几个键里面。左侧则是有一排 Stream Deck 的按钮。后面呢，再跟大家分享这边可以怎么玩。你们看影片应该可以发现，它的键盘排列比较紧凑，所以它会比一般全尺寸的键盘还要再小一点点。它是矮轴的设计，又尤其它是白色，给人一种很清爽不厚重的感觉。因为它键帽之间的距离有一点近，再加上我这一把没有注音，所以我一开始在打的时候呢，常常按错，需要一点时间习惯。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荧幕跟功能旋钮，它预设是可以调整音量的大小声，而这个小小荧幕呢也可以切换成不同的图片，当然也可以换成你自己喜欢的图片，像是我，或是我，还是我。背面有脚架，让你切换3种不同的高度。那键盘前方呢有一个接收器的收纳槽。这把键盘有支援3模、蓝牙、有线跟2.4G 赫兹的接收器。那旁边呢还有一个 Windows 跟 Mac 的切换键，代表这把键盘你不论是 Windows 系统或是 Mac 系统都适用。很多键盘啊，虽然可以在2个系统之间切换，但它的长相就是 Windows 的样子啊，你就还要自己去记Windows 是 Option。Auto 键是 Command， 这样你在下手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点迟疑？但海盗船很贴心，它的盒子内呢就有附额外的 Option 键跟 Command 键，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换上去，你不用担心自己会搞混。它看起来就是一把 Mac 的键盘，键盘内部采用的是海盗船自家的 OPX 光学机械矮轴。简单来说就是红外线触发，没有金属接点，比传统的机械轴更快更耐用。我自己蛮喜欢它的手感，线性没有段落感，打起来偏 Q 弹，有点接近黄轴的手感。长时间打字不会累，再加上它打起来非常安静，它是一把在办公室用也不会被同事瞪的键盘。它本身呢具备8000赫兹的轮循率，而且是有线、无线都有支援到这么高哦。轮循率就是键盘每秒跟电脑回报的次数，8000赫兹呢就代表每秒回报8000次，就等于每0.125毫秒，它就会检查一次键盘有没有被按下，速度很快。以之前的标准来说，其实1000赫兹轮循率的电竞键盘就已经很不错了。但现在越来越多高阶键盘，它是都有支援到8000赫兹。高轮循率啊，就代表输入更及时，让玩家可以做到更精准的操作。尤其是对于 FPS 玩家的走位啊，你可能多快人家一点点都可以抢占先机。在这把键盘上呢，你可以设定开启游戏模式的时候，轮循率才会到达8000赫兹。日常使用就用1000赫兹就足够了，这样也会比较省电。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很适合 FPS 玩家的功能，叫 Flash Tap。大家应该有过一个经验哦，比如说你在走位的时候，你先按下 A 往左走，那突然要按下 B 往右走，这时候 A 忘记放开，你整个人就会停在原地，因为电脑不知道你是要往左走还是要往右走。这个功能开启之后，你可以设定2个键之间最后按下的那个键为优先，这样 AD 同时按的时候反应会更直觉。这个功能蛮常在磁轴上面看到的，不过这把键盘它好像一次只能设定2个按键，但最常用的确实就是 A 跟 D， 所以好像也还 OK。Vanguard Air 99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融入了 Stream Deck 的功能。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实况主，他会拥有自己的一台 Stream Deck？ 那个直播控制器呢，就是可以帮助实况主可以一键快速切换场景，或是叫出各种不同的设定。题外话，大家知道 Stream Deck 的公司 Elgato 在2018年的时候是被海盗船收购了，所以现在是海盗船旗下的品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把键盘上面可以有 Stream Deck 的按键。而且它用的是和 Stream Deck 的同款软体，所以它也可以有很多有趣的设定。我们要去下载 Stream Deck 的软体，那在软体上呢，就有很多内建的东西可以选，比如说它预设 S1 是截图，然后 S2 是快速回到桌面，那其他你就可以设定快速打开 Premiere 或是快速打开 Line， 可以一键开启你常用的应用程式。我自己呢还会设定一些 PR 上面的快捷键，比如说时间轴的放大缩小 ，S5 是放大，然后 S6是缩小，因为右边它原本是等于跟减来去做放大缩小，我就可以直接在左手这边控制。你们平常有在剪辑的，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呢？你可以按 Auto 转的话，书滚轮。
哦哦，好像也蛮方便。你怎么没告诉我这个快捷键？我以为这是尝试。那刚刚那段帮我卡掉，先关掉。好，没关系，刚刚那个用不到。如果你常打 emoji 或是常打标点符号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设成快速键。比如说我设定 Ctrl Auto 加逗号是交出标点符号嘛？你看我设定在 S5，它就可以直接跑出来咯。怎么样？快吗？这个可以吧？但 Stream Deck 厉害的地方不止在这边哦，它有很多扩充程式可以自己去下载。比如说在他们的软体里面呢，我就找到我直播在用的 Streamlab 这个软体的扩充程式。那下载之后，我就可以联动我的 Streamlab， 它就可以做到录制、切换场景，还有一键串流的功能。你看，我就可以按一个键就直接切换场景，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我还要自己跳回直播的程式里面手动切场景。而且它盒子里面啊，还有多附几种这种不同的键帽可以让你做替换。再来呢，我们就要聊到右上角的这一块 LCD 萤幕跟这个功能旋钮。通常要更改这些键盘的设定啊，我们都要去下载这个品牌独立的 App。但是你要改海盗船的东西，现在不用下载 App 哦，你只要开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改这把键盘上面的设定，超级方便。你只要搜寻 Corsair Web Hub， 然后连接你的装置就可以了。你可以在上面更改键盘的光效，它总共有11种可以选择。那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地平线这一个效果，因为它颜色真的调得好好，很温柔，然后浅色系的组合。它不是典型的那种电竞 RGB 光，就是很亮、颜色很饱和那种。这个效果，然后配上白色，真的是我心目中前几名漂亮的配色。网页里面呢，还可以调整键盘的操作，比如说指派新的按键啊，或是可以增加聚集文字等等。这些功能呢，因为比较常见，我就快速的带过。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一块萤幕。前面有说到，这个萤幕呢，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也可以上传自己喜欢的照片。那就是在萤幕的这个选项里面，就可以上传你喜欢的照片。储存之后呢，它就会显示在这个萤幕上了。好自恋哦，我喜欢。然后它还有支援 GIF 档，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可以怎么玩。看来它可以传很多张耶，因为你看我不知道它最多可以新增几张，但是我目前已经新增3张了，就3个我。那这个旋钮呢，它预设是音量控制，你看大声，然后小声，但是你也可以更改不同的设定，比如说它可以是键盘亮度的控制啊，或是网页的放大缩小，但是它一次只能选择一种模式。除了可以透过网页去更改啊，你也可以用键盘上面的按钮去改，比如说 FN， 然后加上面这一排它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模式，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更改，想改的时候可以切换得很快，不用特别的打开网页。这把键盘第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的手感，因为它真的打起来非常轻柔又很安静。但我还是得再更熟悉一下这把键盘，因为现在我还是在一个盲打会不小心按错的阶段。第二个吸引我的呢，就是它 Stream Deck 的按键，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偏向简易版的 Stream Deck， 因为它可以设定的呢，就是这6个按钮。但我可能会希望，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我可以有不同的快捷键组合。比如说我在使用 PR， 或是文书处理，或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有不同的快捷键组合。但目前使用下来呢，它好像没有一个可以快速切换的按钮，可以让我切换到不同的情境，所以它能塞下的快捷键数量是有限的。他们还有一个虚拟的 Stream Deck， 这个就可以放下更多不同的快捷键，放在桌面的角落，方便你直接用滑鼠点击。但我还是比较希望是有实体的按键，比较方便。当然，6颗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够用了，你不用多花一笔钱，你就可以体验到 Stream Deck。那如果你想要更完整的场景切换，或是他们的外挂生态，你可以看他们家的另外一把键盘叫 Galleon 100SD， 它就是把数字键这个区块呢直接换成 Stream Deck， 那一款呢又更完整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影片开箱。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下面告诉我说，你觉得 Stream Deck 还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声音有点怪怪的，因为我感冒还没有好，所以我现在声音非常有磁性。谢谢大家体谅看完这支影片，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